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今天的题目是我们来帮你看看那个喜欢你的人，或是那个你还不认识的人，他未来会喜欢你，然后他正在慢慢的向你走来。好，今天的内容有很多情况，可能那个人你还不认识哦，可能你就将要认识了。我来帮你看看有没有这样子的能量往你这边走来哈。来，我也蛮好奇的，我们一起来看吧。好，一二三，好，你选哪一个最入你眼、能量最高、感受力最强的，你就选它吧，就这样咯。来哈，今天我们来先从选到1号的朋友哈，先来帮你凑一个，就是我先来看看整个情况跟能量了，你的世界跟他的世界的一个能量跟我的脑海里的想象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来，各抽一张。目前看起来还不错哦，都算是，的确是一种很遥望的气息了哈。不过有一种还不错的那个怎么说？有一种不错的两种能量正在流动了。我们等一下讲话讲了非常多能量，因为这确实也关乎着很多能量的事情。我会尽量把它转换成一些比较白话的字眼。比如说，我会觉得说，确实是有一种吸引力，正在往你这边走来。不过我还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已经认识你了，还是还不认识你。我来看一下，来翻一下，我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量。我有看到其中的关联啦，可是我还没办法看到一些更细节的东西。来看看，确实。我觉得这个人正在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慢慢向你走来。这个脚步算是蛮稳健的，慢慢走来。他不算是一种好像被整个环境或是什么就推移到你这里。他好像是照着他的生活慢慢走，然后就这样渐渐的走过来。他也没有特别去寻找你，他只是顺着他的生活方式跟他现在所喜欢的生活方式慢慢的往前走，算是一个对于生活品质要求有一个基本水准的人。然后他也不是一个木讷的人，他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对于生命感受力跟直觉丰沛的人啦。目前看到的里面的某些能量比我预期的多，某些表面上所不见得隐藏起来的能量比我预期的多。我仔细再看一下这张。因为他现在的生活正在穿越一个转换期，然后他那边的时间感比你这边快很多，只不过他的方向是往你这边来的。他自己可能没有不自觉，他往你这边的脚步是加快的，但是我从后面能量看到有一个穿越感正在底下，应该说。就是你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然后他正在从他原本的生活里面转换到另外一种环境里，对他来讲，某些东西是新的，所以你可能是他的新环境里会遇到的人，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你跟他还算是不算真的认识啦，因为看起来里面有些能量比较像是正在转换中，是他有一个新颖的气息正在浮现起来。帮你看一下这一个，确实还好啦。他其实，他最近才刚下了一个不错的决定往前走，所以你跟他的缘分或是你们的连结是在于他的决定之后才发生的。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你是不认识他的啦。再帮你看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帮你看看。好，我想一下哈。OK，有，他正在顺势，其实他现在很专注他现在的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的可能在某些工作上面会遇到，因为我看得出来他现在有某些，的确是，他有某些能量正在朝着他原本所设定的自己的梦想走，应该说是梦想吗？还是他这个人生的阶段他正在实践他现在这个人生的阶段，而且是走的还算不错，发展还算不错就是现在他这个新的阶段算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所以如果说照前面来讲，他正在穿越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另外一个他以为的那个旧的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你以你的位置来说，你是在他的新世界里面会出现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的看看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在工作上的新的人，或是什么有一些蛮特别的人。不过这个人看起来不太，他看起来好像蛮有热情的，对事情有些东西他还蛮有你会看起来有一个能量很强的人，但他表现起来有点稳稳的，可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内在的某种躁动。你可以注意一下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他也不会急迫于表现一些事情，但是你会发现在某些需要争取机会的时候，他会出现。如果我现在感觉到的，因为他有一个物质的、扎实的生活感很重的气息在这个里面，然后我一直出现一些工作场景在我的脑子里的画面里。我觉得你们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竞争关系，会彼此认识。然后我们的这个牌的基础还是属于爱情啦，一些缘分啦、桃花这个部分，所以你跟他会有一种工作上可能会相遇。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机会是在工作上它不太像生活上，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些竞争感跟一些实作的一些努力成果的讯息有在这里出现，所以它不太可能会在生活，因为生活没有那么多需要争取一些优势跟结果的项目在这里。我再看一下我再看一下他这个人的内在品质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的确他现在，如果我要硬说他现在有没有在找喜欢的人的话，他脑子是没有。不过他有一种内在的不错的奔放的能量在绽放了。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人在你周边可能会看起来是非常忙碌的，冷静中，可是他是确实非常忙碌的。你发现他眼神或是各方面，他的热情会在他正在想要努力的东西上面，在你附近这个人在你附近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人，但他出现的时候，你会，你跟他会有一种节奏感，做事的节奏感跟频率会比较接近的状况。我觉得你可以再放敏锐一点去感受一下这一个东西，因为这里有一个很连贯的能量在里面连接起来，然后串起来，并不算是一种很牵强的连接。然后以距离来说，目前它离你还算有段距离如果我以这一张牌为你的核心的话，它跟你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这个速度，这个进阶的速度、进展的速度会蛮快的。我想你近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它，因为它还没浮出来。但是也快了，因为它的能量没有办法让它等再看看有什么我可以翻出来的。一样的牌这张牌 OK 好因为我心里其实有提一个问题我没有讲出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发现他会在某一种情绪爆发的时候会吸引到你，不能说是什么坏情绪或什么，就是说比较不是讨论事情，或是比较不是严肃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感受到有一个人的情绪、情感面流露的比较多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眼前，他会吸引住你的
感受，我觉得不一定是吸引住目光，我觉得他会在某一种情感突然流露的时候，你会意外的发现这个人存在。所以你可以假想，如果在一个工作环境里面，大家都在很认真讨论事情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的情绪跟他原本工作的情绪好像不是那么一致的时候，应该说不是你原本以为的样子，他突然流露出比较多情感面的表达的时候，我想可能就是这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吻合我刚刚所形容的某些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这一个人。只是现在他这个人对你，因为现在看起来是他还不知道你啦，未来你们的缘分不知道是怎么样发展。可是目前看起来，慢慢走进你的这一个好的桃花缘分跟情感上，就是这个能量跟你是比较有接近、比较会有连结的一个人，关系也会不会有比较好发展的一个人。哦，再看有什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确实。牌面是在提醒你要尽可能的打开一下你的心胸广度，让你的视角打开之后，你就会比较容易。我觉得这边没有叫你看到这个人，而是你的能量，或是你的环境，或是你的生活范围内，这个人才会进来。而不是让你看到。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能量比较像是说，你们会有一些连接，是你要先让他走进来你的范围里面之后，跟你会有一些连接之后，你才会慢慢的注意到他。而你也注意到他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很强的能量会爆发起来，火跟水，情感面的、报复面的、想法面的、冲动面的这个情绪能量会爆发起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因为他现在可能还藏起来了，因为这里有一些风能量躲在桌子底下的概念，它不是你能够感受到的那一种能量，它把某一些絮乱的思绪先藏起来，因为他可能正想要发展它，或是往前他的目标，他看得很准，他在往他的目标往前走，所以他把某一些东西藏起来。你现在不容易发现它，但它正慢慢的靠近你。我来仔细看一下，可能3个月的能量好了，3个月它会浮现在你面前的能量够不够？算是有，看起来是有，而且我这边有看到的是，我觉得他会在你也很忙碌工作表现的时候，在你工作上或什么时候展现一个很独特魅力的时候发现你，而且那一个情况是，我觉得你很投入在你现在想你想做的那一件事情中的时候，他会发现你，而你那时候还不会发现他，因为这边看出来的那个能量之康跟那个魅力是在你身上爆发出来，而不是在他身上爆发出来。如果是在他身上爆发出来的话，我就会发现说是你会看到他，但是没有。我觉得在这3个月之内，如果你专心一直在你的工作，或是你正在努力的事情，我不一定说你是去公司上班，或是反正你现在正在专心，就是生存生活的那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会从心里会浮现一种很特别的情愫，他就会开始喜欢你。那个情愫其中包括了保护你，跟发现你需要保护，发现你需要他为你做一些什么的那一个讯号有出来。好，所以目前看起来，如果我因为刚刚说3个月嘛，如果以3个月为准的话，确实是有一种，我觉得你不要东看西看啦，你不要左顾右看的去看这个人有没有在。我觉得你先专心你现在讲做的事情，你的这一个魅力跟能量爆发的时候，会把他拉过来。以他的角度，他确实是有慢慢往你这边走过来，只是他不是为了你走过来，他是为了某一个吸引他的东西和他的想要向往的东西走过来。偏偏他向往的跟他喜欢的那个方向的视角里有你在那个方向里，你在他向往的那个世界里，
所以很合逻辑的就是，如果你在他向往的那个世界里又是一个很有表现很好的人的话，我相信他能看到你的速度、跟准确度、跟确定性也蛮高的。目前你可以期待一下啦哈，因为这里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因为我在翻牌的时候，我的思维都是往感情、爱情这个方面，所以他不会跑到让你找到什么知心好友或是什么好朋友这个，那我不是这个想法在翻哈，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你未来可能会有不错发展的一个人，只是他现在的速度还在非常遥远的发芽期，但是你可以期待一下哈，在你的工作范围内。好，我再帮你翻一张未来的想象的感受会出现什么样子的。好，就这样，牌面也是一样，跟我刚讲的都讲过了。好，我就重复一次好了。你在他的视线范围里啦。我觉得这个关键比较像是不要特别去观察。虽然我前面有讲说你仔细观察，那是因为前面牌都还没翻出来。我觉得他这里后面告诉我说，你不要特别去观察，你先着重在你自己身上要做的那件事情，因为他对你的感受是一种被动的牵引出来的。因为他也没有在找，他也没有在看。你们两个现在如果把能量都专注在自己现在很想做的工作上面，不是情感上面，不是在找一个伴侣这个时候你们两个的连接会出现，会从一种欣赏的角度发现彼此的重要性，所以你们的能量就会拉直。现在已经是有点对齐因为方向是对的啦，只是那个连接还是柔软，比较柔软，就是有点像是两种电力正在电到这样，或者有点像你想那个刮牛的触角就是没有碰的时候还是伸得直直，但是有时候碰的时候会缩，大概就是这样，两种触角在碰碰缩缩碰碰缩缩。现在的能量大概是这样，因为距离还很远，不过也快要比较能够拉直这个能量了啦。里面没有什么特别阻碍这个能量发展的讯号，只是里面确实还是有很多劳累感，因为这整个牌有很多工作辛劳的气息躲在里面，所以这里面的劳累感确实是蛮重的。但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的付出啦，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你们两个认真起来的时候，那个魅力散发出来的时候，才会彼此发现彼此的存在。那个这个就是选到1号的朋友，希望你有听到我的一些对你有帮助的诠释。好，就这样。然后再来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我先来帮你抽2张，抽2张你们两个能量的氛围的一个牌让我去抓一下你们两个现在所在的位置的情况大概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似乎是认识的因为有时候翻开像第一组是看起来是不认识的，那这个慢慢想走向你的人，我有发现你们两个是认识的，而且他有在遥望，你们两个在彼此遥望，但是这个遥望的概念我不太清楚你们是用什么关系在互相遥望着对方我觉得他有一种关系还没很确立的氛围在里面不行，我放一张中间的。好。其实我有发现你们两个的关系基础蛮好的，只是好像都算属于被动跟不愿意，不是不愿意啦，你们有些顾虑没有办法往前走一步这个顾虑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卡了什么关系，我脑袋浮现了人际关系，你们两个中间卡了某些人际关系，让两个人的距离没有办法拉近。不过他这边因为毕竟我今天的题目是
谁在慢慢向你走近。所以我带来的意念就是，我要找到这个在正慢慢向你走近的人，只是因为他的速度。跟他心里的踌躇，跟他的介意，或是他自己心里的某些心魔，我们就是现在要来看出来，我什么东西让他放慢脚步了，什么东西又让他加快脚步了。好，但是我必须说，如果像这一个关系，你已经知道你们有在彼此遥望的关系的时候，麻烦你也不要一直等着。好，你也可以反过来就往他那边奔去，但是我还是要帮你看一下，你有没有这个好的机会或什么帮他奔去，或是我希望你等着，我也不知道，我要慢慢翻才知道哈。哎，我再翻这个好了。哎呦，我觉得不翻不知道，翻了还更觉得你们两个有一些思考上的困境，让你们两个距离没办法拉近哦。哈，我觉得你们要突破。如果你选到2号牌的时候来听的人哦，我先排除你不知道是谁的人，我先排除已经知道对方是谁的人，我先说。你有人要跨出哪一步？好，你们现在两个僵持在这边，我觉得再这样子下去的话，会有逐步变成普通朋友，或是变成关系变比较淡的概念在里面。因为里面少了一些冲动跟一些水火连接，这个我很在意的，因为我觉得那个连接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快速出现，而且里面太多所谓的多余思考，让你们两个停滞哈。哎，那如果你不知道对方是谁的人，我这边也可以看到的是说，那一个人有一个能量确实是慢慢向你走近，不过那个人还在找，他有一个冲动想要找到喜欢的人，哦，但他没有感觉到是谁，他还在找，但他走进去的那个方向跟那个范围里比较接近你那里，哦，有一个能量是这样，只是他还是不是很明确。你就算现在待在这里环顾四周，怎么看你也看不到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没有发出这个讯号，所以。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的人选到2号牌，我只能说有，当然是有这样子的人啦。哦，不过他的速度很缓慢，很缓慢，很缓慢。这段时间其实你可以好好的充实一下自己，哦，因为你会吸引到不同的能量啦。目前就只能这样子。但如果你有感觉到旁边有些人跟你的能量比较接近的话，那如果你选到2号老朋友，我觉得这就是你要突破僵局的时候了，因为中间实在卡了太多不需要的具体的事物跟思考。所谓的不需要的具体的事物，就是所谓的什么人际关系啊，或者是工作很多啊这些理由，或者是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忙，我没办法想这个事情或什么怎么做，这些理由卡在你们两个中间。但是我的建议只适用于你希望能够拉近关系的人哈。如果没有，那你就慢慢等他走来也是可以哈。选到好朋友也是有这个能力，他还是会慢慢走来，但是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好，也没有关系，我们不急哈，我们可以等都准备好的时候再做一个接触，也是可以。目前是我再帮你们看一下，中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契机啦哈。每次翻4张，因为想看清楚所有的角度。的确，我翻了4张，还是一样的答案。中间有很多选择，没办法做决定，有很多的自己的障碍，有自己的心魔没有办法解决，还没办法面对，有很多的，即使我已经看到了内在有一些冲动的能量，想要突破这关，可是那个能量不够多到可以突破内心的障碍。两个人都是，两边都有这个。我发现这两个能量中间多了一道墙或者一座山，而那个墙跟山的能量跟整个障碍都是所谓的自己的思维卡住了。短时间内好像，短时间内可以突破吗？一半一半，
这样讲才不公平的，就是说，就是你要不要突破靠你这个，我觉得太不公平。我只能告诉牌面的能量就是一半一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他没有比较趋向于你要不要突破，跟你不要突破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这里我问他，他给我的决定是一半一半的话，然后我再回去审视一下这个能量的话，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个时机点只能等待，只能等待。这个时机点，因为这个题目是这个人会慢慢走了，有，可是选到2号牌的人，这个走来的速度其实是算慢的。可能这里整个牌就告诉你说要点耐心，但是如果你没有耐心，你想要让这个关系突破，或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已经看出来，你们俩可能是认识的，然后彼此正在遥望，那表示你们两个人是有可以突破的机会，或者这个关系是有可以突破的机会、进展的机会。可是对方可能不知道，对方也是就暗暗傻傻的在那边看啊，也没有特别有心意往前突破，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困扰跟自己的想法，还在那边让自己停下来。可是他那个想法并不是因为你的存在而让他感觉到很多的困扰，而是他原本里面就有很多的很多的不安跟还没解决的思维上的困境，他就是还没有突破，也还找不到方法，也有可能是经验不够，或是太年轻，或者之前受到的冲击还对他来讲还太新，还有他还没有遇到智者来帮他，还没有朋友能够有能力去解答他，所以他还在这个部分。可是你的存在，他也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力，只是他并没有觉得要大跨越还是什么，然后只不过你们的关系彼此还是有连接，所以会慢慢拉近关系。可这个节奏还蛮慢的。但是如果今天你是来看牌的人，你看到了这个症结点，我觉得如果你有那个积极性，想要去突破这样子的关系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找到有没有什么敏感点能够让你突破，譬如说。你仔细观察他有没有什么需要，然后你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进入他的朋友圈比较近一点？也许你已经在他朋友圈了，但有没有办法再跟他更接近一点，跟他多做一些接触，去创造一些谈话的机会，让你去了解他这个人。因为他现在心里缺少了某一种新的思维，主要是因为现在如果现在这个能量场有点像是一个漩涡，一个黑洞，漩涡里面有一个很小的黑洞，这个是一个思维的漩涡，所有的思绪会一直转到那黑洞，然后就不通就进去了，然后没有答案。现在会有这一个，那如果你有新的思维的话，就很像是在这个漩涡里面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船小舟，可是那个小船小舟是拉着一些缰绳在岸边的，它也在这个漩涡里面旋转，但是它不会掉进去那个黑洞里，它还在那边捞，但也许它能够救几个在这漩涡里溺水的人，可以救起来，然后跑回岸边，有可能。那几个人就是你能救起的一些被困起来的一些想法上的问题，还有这样的困境呢，找不到方法。因为有时候想法上面有很多你想不到方法的原因有很多啦。第一就是你有的逻辑不够多你看到的故事不够多。还有一个就是你旁边没有足够有经验的智者，这跟年纪没有关系，而是他的人生经历刚好能够破解你现在的思维的人，可能也没有。目前2个人身边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有那个积极性，如果没有没关系，你就等啊，因为现在你也是可以等的一个好时机哈。他现在有很多能量是说就这样子也没关系啦，但是我怕说来看牌的人，你们的个性可能，我们就先讲12星座每一个来看可能会不同的个性背景吧，人格背景。那有些人会想要更积极，好，那你想要更积极的话，请你主动的变成你要回头往他靠近一点，来突破这个关系哈。因为以今天的题目慢慢走近的话，你可以等到那个节奏是慢慢的我们这个频道很多牌子，你不管怎么翻，很多时候我都一定会跟你讲说，整个能量或整个命运，或是你对未来未知的事情的看法，很多时候都要有你自己的主动性去发生、去影响。就算你身体没有动，但你的脑子跟你的意念要往哪里想，它才会发生。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子说？也不是说不负责任，而是你的意念没有往那里想，你的视野就不会往那里看。你没往那里看，你就不会发现很多细节。你没发现很多细节，就找不到那些契机。你的意念不往那里想，
你自然就发现不到那些契机，那你就会在你原本的路上去走原本的样子啊。那你今天来看牌，不就是要找那个契机吗？找到那个契机之后，你脑子不是就应该试着去想想别种思维，来去看看有没有别的路或者别种可能性你能创造的哦，而不是这个宇宙就先已经放在那里让你捡哦，而是你有没有办法？因为整个宇宙或是牌子给你的可能性是你思维上的可能性，因为这很多你没想到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的生活中可能没有那一种经验够丰富的智者给你几个新的选项，让你去创造新的思维，来去发展你的能力，懂吗？有的时候它可能就只是你原本就只有2种选择，所以你就在那2种选择1啊2啊1啊2，可是牌子有时候会给你3、4种思维，或是我会给你看牌子之后给你一个新的思维，我会尽量给你更多的思维，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能做的。其实是这样子，如果你是来找说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1、2。或是就只能看到那个未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但这就不是，它不是牌子要我，至少我不是要这样给你这个方向，因为那多没意思啊，是吧？所以回到我们刚刚的题目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积极，你就是忍不住了啦，你想要拉近这关系的话，记得哈，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漩涡的概念哈。为什么这一题我就突然比较急了？因为那个漩涡对我来讲，它在我脑海的那个冲击力有点太大了，因为这里有太多在创造那个漩涡的讯息出现，那我忍不住，我就觉得，其实是我也想要去开那个小船进到那个漩涡里面，把你们拉起来。如果我真的知道你们是什么，我大概可以给你们几个建议。不过现在以一个比较广角式的来说，确实有很多思维困境，你们要想一下哦。有些踌躇不前的想法，我还是一样，你可以先放着，好，不要放下，放着，好，过几天再来看一下，或是去读，或是去摄取一些完全没看过的知识，去看一些你完全没看过的影集，里面会有一些智慧，可能会影响你重新回来再拿起来的时候的那个施力点，跟你的思维角度跟你的逻辑可能都会不同，给自己一些机会。好，来，我再帮你翻。就他突然叫我要翻，没错。好，这边有看到有些东西需要重新打掉重来啦。好，所以如果有些困难点发现它之后记得要重来。就是其实他现在有一点告诉我说，有些东西是你原本身上的东西，就反而变成是你的阻碍。要重来一下。其实他这个重来是有点像说试别种你没试过的方法，就像我刚刚给你讲的，你去看个新的影集，试你原本从来没试过的方法，试你从来没看过的影集的电影的书的逻辑。完全没有的，里面逻辑绝对跟你想的不同的。就讲一个很简单的，考大学有文组、理科组、医学组，所有的你跟不同的组别的人聊天，都会发现我们想思考同一件事情，逻辑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概念。现在你可能困在的都是只跟文组的人在聊天，所以你们找到方法就在文组的范围里，因为你都没有摄取到所谓的学医学的、学理科的或者学化学的人的思维模式，所以你不知道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好，这里的提示是这样，这个塔牌的提示是这个。那，这边国王牌也是啦，你要领导，这个能量有出现哈，希望他觉得势在必行。如果因为他这个有一个停滞的能量，他没有一定要你动，但是我有发现这里一直有一个积极性被闷住了。那如果这个积极性被闷住的话，我如果看这组牌的人有几个人，你很想要突破，你有那个积极性，你就是按耐不住。他这边就有告诉你说，那你就反过来把能量往这边推，去创造这一个机会哈。不要你不想干等，可以干等，那你不想干等的话，你就去哈。这一题说的蛮啰嗦的，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在重复诠释哈。但我希望你能够接受到我的这个热情哈。来，这就是选到2号的朋友，先祝福你哦。来，这里是选到第3号组别的朋友，我先帮你们抽2张牌来看看，两边的能量场是什么哈。
牌都洗过了哈。然后目前两边的人是不认识的。好，三组牌的情况不一样，像第二组牌的就是两边的人是认识的，第一组是不认识的，你第三组也是不认识的。两个人的两边都在等待有人靠近，这就有点对我今天设的题目有点排斥。我这边设的题目是说什么人在你像这样慢慢向你靠近，但是选到伤害牌的必须告诉你们，两边的人都在等待。可是为什么两个等待的人却在这里出现？因为你们两个有一些的能量在连结啦，只是两个人都有点守株待兔，或者是不敢往前，不敢往感情这方面往前一步。我来帮你看一下中间是卡了什么东西哈。我可以帮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点，或是也许我看错了，也许他只是在准备要出发，也有可能哦。这样子的话 ，OK， 似乎我看歪了一点点，是有一个能量，在祝福着你们这个关系。而且这个等待似乎不是在等待谁靠近，而是在等待一个好的氛围出现的时候，有人就会主动。但我先设在你不会主动，在他毕竟他那边的主动能量是比较强的，在牌面上来看的话，看一下，是，好啦，整个翻牌之后的情况就是他有，他在等待一个好的时机之后，会有。顺着那个水流滑来你这里，但是我不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哈。目前看起来，他算是有在专注着看着你的，跟前两个牌看起来的话，这个算是比较笃定，他已经看准了某个人了。好，所以选到3号牌的朋友，有一个人已经在看着你了。然后他对你有一些你可能都感受不到的特别的情感，而且这个情感比较像是就是很完整，比如说已经趋于完整，是一种感情上的情感往你这边来，然后无论是比较冷静的，或是有点冲动的，或是一定想要达成什么的那个能量都有。只是他现在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来说，我觉得他在观察你。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有一点触碰含羞草的概念。他有一个冲动要发生起来，可是他好像有一点点觉得现在还不行。我就帮你看，为什么现在还不行啊？咦？我觉得他比较，我觉得他是有点太要求完美了。他喜欢一气呵成，他喜欢一触即发，一触可及。他是一个这样子概念的人所以他另外一个个性，他也能够稳住自己，没那么他不是边走边试的人。他很多东西都看准了他有点像是想要正中红心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也还是有点太冒险，因为他之所以会停在这里，是因为他确实还在观察你。我觉得你的能量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我觉得你有一些伤口，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痊愈，他发现了。我觉得你要振作起来你要能量再强一点，再健康一点，再正面一点，再阳光一点，再户外一点，再不要夜晚型，因为现在看到夜晚型的东西太多了。再翻一张看你被我说到了耶！如果你被我说到了，你要醒来咯。你要醒来一下你现在在一个你觉得你可能没有我说的这么悲伤或伤口，可是你心里有一个东西你已经把它习惯成自然了，就是你心里有一些悲剧感，有一些东西你已经从悲剧跟不快乐里面转化成你正在习惯它，正在享受它，正在沉浸它。你已经让它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
可是其实你自己没有发现，可是你的表情、眼神可能被他发现了，旁边的人可能有发现。这个往内在滑下去的一个个人的欢愉感，只有你知道。夜晚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些人开始接触了熬夜，或是到晚上之后，他发现有很多东西他在晚上想得通之后，他就舍不得晚上了，然后他会让自己越来越晚睡，然后越来越喜欢在夜晚的时候找到一些乐子，找到一些能够让他兴奋的事情，他就越来越晚睡。因为晚上跟白天确实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叫什么？安静。你仔细听，晚上确实比较安静。即使像我之前做那个一些录音工作的时候，夜晚的分贝有时候低到可以到9分贝、6分贝。你知道平常白天的时候就只有20分贝，差很多。所以到夜晚的时候，你会被那种宁静感、孤独感、个人感与世界隔离感沉醉下去。然后这个沉醉感会把你的悲伤跟你之前的痛苦跟伤口一起带进去，活在一种夜晚的欢乐里。这就是我要说的。但是这一个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有发现这件事，然后他可能在踌躇着，他跟你的不一样，有点太不一样，所以他害怕，但是他又被这个东西吸引，因为我们要找人跟人互相喜欢的时候，常常在找一个互补跟平衡嘛，不自觉的，我们以为我们在找 twins 找相同的人，其实我们是在看到对方身上有某些激昂的东西，你补足你的不足，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向往着某些东西。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喜欢或强化自己，可不是，其实因为你自己太没有那个东西了，你才希望自己成为那个东西，然后一点一点往你身上贴加的时候，你就以为你身上有，其实那是你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感情这种东西的寻找，有很多逻辑也是类似这样子哈。所以我必须说，如果你是来看牌的人，你是左边这里的人，这个走向你的人呢，他的能量还蛮强的，但是你如果是我说的那一种，你内在的阴暗面正在扩大的人啊。你现在可能要有一点点把它舍弃，然后才能让那个人在那个慢慢向你走来的人加紧脚步。如果你不是，你不是我讲的这样子这么显现的人的话，那也请你正视一下你内心的某一些黑暗的角落，或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才会想到的那个东西、那个事情是不是影响了你某些看事情的概念，或是你是不是有点太喜欢一个人了？这是你没有那么发现，或是你在很多忙碌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你很向往着我等一下就要一个人的那一个短暂的时刻。那也是只是一个强弱问题，在我的形容上面的强弱。像我个人就完全没有这个部分，很奇怪。我现在就没，我就算白天在忙碌，我也没有最后要独处的那个部分。你知道吗？很奇怪，所以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有，你可能就是有接近像我讲那个人事情哈。来，我来看一下这个人，他还有什么东西是让他没有办法马上就 OK？ 一样，我也讲对了。好，再抽一张，先这2张就好。的确啦，他还在。他确实还是在看清楚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有发现一些他不熟悉的东西要在你身上，所以他还在看，但他其实心态是准备好了啦。他也可能是个性关系吧，他也是算蛮谨慎的。然后这张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寻找一个契机，然后那个契机可能，我觉得这张牌不是给他的，是在给这整个情况的。我觉得这整个情况需要一个契机。让他能够改变他现在所有的认知，对于这个情况是对于你的认知。那这个契机点会出现吗？会，但是不在你们2个之间，会在别人身上发生所以可以等看看，可能会在别人身上发现一个新的契机啦。这个会发生什么不知道，反正总之。你们2个的突破点有一点点，有一个10、15的百分比，一点点的百分比会在其他的别人身上，朋友或是工作伙伴身上，或是你们中间卡着的人的身上，影响力不大，但是会改变他一些看你的角度所以也许你最近出去多带一下你的朋友，多跟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或是尽量展现一些你平常不会
有的那一面，应该是说你自己展现你自己没有那一面很难嘛，所以才要去跟你的朋友出去，或是去交一些新朋友的时候，你才会展现一些你平常没有的那个样子，无论是你的社交的样子，或是你工作的样子，或是你新的玩乐的样子，或是你喝醉的样子啊，或是你玩得太开心的样子，跟朋友分享事情的样子，会在他不小心偷偷看着你的时候发现，那个就可能是那一个突破他对于你现在的想象的那个突破点哦。那再翻我一讲完之后，那一个困境的穿越就出现了，所以我应该是讲对了一些事情啦。所以翻到最后，似乎你也可能不要太一个人多多跟朋友一起去创造一些你出现的机会。那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刚刚好像一直都没有讲，不过现在看得出来，他是你身边能够看得到你的人啦。你看不看得到他？我们刚刚好像没讨论到。我翻好了，我认真帮你看。你会不会发现他？还是你已经注意到他了？我帮你看。也许你注意到他了，可是你不知道是他。我很贪心，我是翻3张牌了，帮你看。你会不会发现他？我觉得，你没有那么容易发现他，他混在你的生活圈里，他把自己藏在你的朋友圈里了。他把你不一定是朋友圈，工作圈有可能哦。就是他把自己藏在只要你不是一个人的情况里。如果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出现因为他会觉得太容易被你发现了那个焦点。可是他确实已经观察你很久，慢慢向你走来。你会发现他吗？我没有很明确的答案。没有很明确的答案，只是因为他融入在，我觉得他很聪明，他有一个隐身术，他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他有一种森林隐藏术，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时候，他很快就会把自己的能量跟其他人混合一起打平，你发现不了。不过如果他会突然跟你告白的什么时候，那就是会很突然，你可能会吓一跳，怎么会是他之类的。因为我发现他还蛮耐得住性子的，躲在下面慢慢靠近你的。我还蛮喜欢这个能量，因为他在里面有一个那个躲起来的一个很澎湃的热情，跟很温的水，很温暖的东西躲在下面。他在等待某一个，我觉得他已经靠你很近了。如果说我们要把你的生活圈，我这个可能他靠你近不近，我觉得要有关乎在你的生活圈的朋友多不多。你出去的时候会不会常常就很多人，会到10个人、5个人以上？因为有些人出去就是这么多人，吃个饭就是5个人、6、7个人。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如果你要主动发现他的话，你就看看谁的重复出现几率蛮高的。我看一下我这个理论对不对？不行，我看一下，我想一下我这个理论对不对？因为他也可能也不贪心，常常出现在你面前呐。因为，我看一下，如果是这张牌在这里的话，哎呀，没有，我这个理论是我个人的喜好，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他没有。他不会很贪心，很常出现在你面前，对，但他每次出现只会混在一堆人里面。好啦，你可以等啦，因为我觉得他在等那个时间。好，你可以试着把自己准备好，等到他出现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好吗？好，你可以多正面、多健康、多什么的，让自己往你平常喜欢的白天能量的那个感受里面去做，去增强。夜晚能量可以先削弱一点点，白天能量可以增加一点，增加一点白天能量，也许就会跟他的能量会有一种更好的连接，会比较对齐的，会更清楚。他也发现他跟你对齐比较清楚的时候，他的勇气跟他的冲动性就会
燃烧起来，那时候呢，它就会出现了，好吗？好，那么这就是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觉得这能量还蛮好的，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我刚刚的一些诠释哈，希望有帮助到你，祝福你。来到了今天第4阶段的领取好运哦，今天用这个梦境卡哈，3张。好，在这里他这里今天领取的好运是说，你最近如果你在争取某些东西的时候，你其实能够争取到，然后可是关键点在于你的自信心要提升起来哦。今天领取好像是你可以做到了，但是记得你的那个自信心跟你的自我要再增强一点的时候，你的成功几率就会提高，然后或是你获得之后的那一个 bonus 会提高好，我们今天看到的领取好运是这个，但是是没有那么顺利，但是你会成功，记得忍受一下哈。好，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哦。再来是今天的第5阶段的一个解牌的心得分享哈。看几张牌。今天的心得分享呢，就是一样，一个逻辑上是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觉得要选就只解3组牌，因为3组牌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相异性，会很明显，会有3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今天3组牌确实是有3种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发展线哦。我原本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希望大家都是从同一个故事发展线，就是会一个人慢慢向走来。可是我开始翻了第1组牌之后，我就意识到说，是有能量会慢慢向你们走去，但是那个速度跟那个时间真的拉得不太一样，会拉得多长？我如果能够感受到，都是3个月内会有一些情况发生哈，大概到6个月，我之前讲过了，4到6个月那些东西都已经对我来讲是很茫然的、很模糊的，我还是能感受到，但是我抓不住，我还是能够解释在我脑里的那些象征性，我能够尽量把象征性都把它讲给你们听，但是我不一定能够抓到那么多东西。所以3组牌确实是有那种，哎呀，都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只要有人向你慢慢走来，都是一个很好的、很不错的事情。当然，其中像第2组牌是都已经看到了，只是都没有往前走。像第3组牌是只有单一看到，但他也没往前走。但是我们要想的是说，他只是现在还没往前走，但是他也从了很远的地方慢慢走向你了。现在只是在附近停住了，也是有这种可能性，不是吗？总之呢，感情这个东西，我们看牌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贪心，我们尽量建立自己的多元的面对的角度，然后让自己的立体化，让自己更立体，不要让自己只是3、4个片面的角度。你不是纸片人或者什么，不是那种只做的立体，你也不是乐高人，我们就这么少的角度，我们不是这种人啊，对不对？我们至少不是乐高吧？我们是有流线的，我们是有很多面的一种很立体的自我。我们看牌的时候，除了去理解未来可能会发展的趋势跟我们环境的能量可能会有哪些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可以从那个角度去认识自己，原来还有很多没有发掘的角度，再从这些牌面给的一些象征跟讯息，我们回头看自己更重要，好吗？希望今天的解牌能够帮助到一些人，能够提示你们，这样就很好了，就很正念了。好，谢谢你们来听。